轩辕晨，是我叶楚月休了你。到底什么情况？不是都说叶楚月变成傻子了吗？我看怎么不像啊？叶楚月，5年前你与人通奸，生下一个小野崽，如今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本宫提什么婚配之事？轩辕晨，那就祝你新婚燕尔，不孕不育，儿孙满堂。如果我的古武法宝有治愈能力的神农戒还在就好。神农戒！贱人，本宫要杀了你！轩辕晨，该我了。我是眼花了吧？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，居然把即将突破的太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太子殿下，不过尔尔，要不是我今日受伤，我必要你命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你受伤了。这就是原主的孩子小宝。原主痴傻这几年都是小宝在照顾他，但他几乎每日都对小宝拳打脚踢。娘没事儿。这是娘亲第一次牵我，娘亲你真好。妹妹，你怎么可以私自跑出府啊？父亲知道了，一定会怪我没有看好你的。姐姐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要不是这几年你对他好，他早就不知道饿死在什么地方了。你再敢欺负我儿子，我就把你剁碎！妹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思雨啊？父亲知道了一定会惩罚你的。聒噪！这贱人怎么像变了一个人？都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这个废物给我抓起来！是吗？我看谁敢！贱人，你不过是个没人要的破鞋，等爹来了，一定要你好看。妹妹，今日之事确实是你有错在先，跟思雨道个歉吧。而且你破坏了两国联姻，皇上和太子殿下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吗？是不会放过我，还是不会放过你？你买通守城侍卫的是一查便知，与其在这里惺惺作态，倒不如想想接下来你要怎么活。姐姐，别理他，等你进入神仙学院，就有机会参加1个月后的舞比。哼，待你夺魁，就能进入圣域，就有机会成为帝尊夫人。到时候杀死这个贱人，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。没错，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原主的母亲本是神武国第1位少年封侯的女人，曾累积了赫赫功勋，最后为国捐躯。没想到她死了之后，唯一的女儿居然过成这样。这是什么？我看他快要死了，好可怜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
好丑的女人，还是只会说话的小畜生啊！我堂堂神脉帝尊，天选之子，竟被一个丑女人说是畜生。不对啊，我现在是封印状态，这个女人能够听到我的声音，明明只有和我有过肌肤之亲的人才能听见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不至于这么饥不择食啊！娘亲，她会说话吗？小宝，今晚我们加餐，这么有灵性的畜生，吃了一定能够长生不老。放肆！你胆敢食用本尊？放心，我会很温柔的。女人，本尊有办法让你五根重塑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清蒸狐肉就是你的下场。娘亲，你吃小糊糊了吗？他的眼睛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的眼睛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上古神农之力，小小的神武国，竟有上古神农氏的后裔。我身上的封印禁制和陈年旧伤，都可以被神农之力治愈。小宝，慢慢玩。本尊居然沦落到成为一个小孩的玩物，来日定要这娘俩好看。这个女人的丹田完全破碎了，是遭了他人的毒手。面对捣毁丹田之痛，居然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他还是人吗？娘亲，啊！叶楚月才开始修炼，不过炼体1段就能做到这个境地，就连神玄学院那群高高在上的天才，在这个女人面前也不值一提吧。娘亲，你好美！娘亲，你会丢下小宝吗？不会，娘亲不会丢下小宝。臭小孩，吵死了！叶三小姐，镇北侯府发生暴动，沈公子那边快抵挡不住了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镇北侯府和叶府都是镇北侯留给原主的东西，谁也没资格动。这沈公子是你的姘头？你再敢乱说话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这个女人不知羞耻。那叶楚月连5根都没有，根本不配做血鹰之主，还连若雪小姐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新镇北侯，我这若雪小姐，阿月是镇北侯府之女，除了她，没人有资格入主镇北侯府。破坏2国联姻的罪魁祸首，也敢来镇北侯府？沈公子，我知道你是念及镇北侯的养育之恩，可是我们镇北军怎么能交到一个废物的手上？你这样做对得起镇北侯吗？我绝对不允许一个身败名裂的废物东西统领我们血鹰。只有真正的血鹰之主、天选之人，才能打开血鹰扇。别以为你是镇北侯之女，就可以同于我等镇北军。哦，这很难吗？现在可以证明，阿月就是命中注定的血鹰之主了。大小姐这些年经常来慰问镇北军旧部的伤残士兵，若雪小姐更适合做镇北侯。侯爷在世时曾经说过，若想统领血鹰，必须在我手中扛下10种。若雪小姐扛住了，大家都可以做着。没错，若雪小姐的能力，我们是有目共睹的。若雪小姐人美心善，我们只认她。一群白痴！妹妹，我只是想试试能不能在陈首领手上扛下10招，并非想和你争夺什么。废话真多。
10招算什么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赌一条腿。哼，阿月，陈云可是镇北侯府影卫首领，叶楚云，我要亲眼看着你死。看在你是镇北侯府之女的份上，我让你3招。这是乾坤石，用来屏蔽修炼者体内灵力的。肉搏呀，我最擅长。让我3招，你确定？一介废墟，让你3招又如何？第1招。第2招。第3招，陈蛇灵，承让。这女人够狂的。现在月儿已经胜出，是否有资格成为新的镇北侯？谁说他有资格？哼！本尊真是疯了，重伤未愈，为什么要替这个女人挡下这一杀招？对，是她还不能死，本尊还需要她的神农之力。太子殿下，这是何意啊？本宫只是想让你们每个人都看清楚，他是个废物，没有资格当镇北侯。想要成为镇北侯，首先需要加入神学学院，才有资格参加1个月后的舞比。像你这种被神学学院赶出去的废人，还痴心妄想成为镇北侯？这样吧，你只需要跪下给本宫磕3个响头，本宫若是高兴了，说不定还会收你为通房。你，我们打个赌，如何？往日这丑八怪见到本宫都是卑躬屈膝，怎么摔了一跤，摔得性情大变？他是故意想引起本宫的注意。赌什么？若我拿下无比之手，我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，给我的狐狸磕头道歉。还有，5年前我是为何被赶出神玄学院，又是为何会跟人私通生子？我要你轩辕晨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事情真相，若有半句假话，所有害过我的人都将不得好死。难道5年前月儿她另有隐情？当然，若我输了，任凭处置。轩辕晨，你敢赌吗？月儿，你现在连5根都没有，如何进得了神学学院啊？没错，他就是一个修炼不了的废物，本宫有何可惧的？好啊，我答应你。他答应了。月儿，要参加比武，必须要有契约灵兽，哥哥会帮你想办法。这5年来，我和小宝在叶家受尽欺辱，而你听信外人之言，对我们不闻不问。现在不用装作很熟的样子，我自己的路我会自己走。娘亲，小呼呼真的就不活了吗？小宝不想小呼呼离开。小家伙，我这心头血可是珍贵的很，你若是敢死，我定剁了你。娘亲，小呼呼没事了吗？暂时没事了，小宝，快去休息吧。嗯。
得死，找死！他的实力深不可测，这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小杂碎，信不信我把你剁碎了喂狗？女人，胆敢羞辱本尊，小心本尊剥了你的皮！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居然能挡住一个5星的杀招？本尊的身份说出来吓死你！你现在最好对我好点，否则你将来后悔。臭小孩，你的鼻涕涂在本尊身上了。殿下，殿下，老东来救你了！放肆！区区凡女，居然敢染指我们殿下！你滚！殿下，我的殿下怎么成了一介女流的玩物了？殿下，老农终于寻到了血玉珠，为您解开封印了。殿下，你怎么背着老奴生了一个儿子？你老糊涂了。殿下休要欺瞒老奴，这孩子跟你小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啊！你是说这小屁孩是本尊的孩子？殿下，这是帝尊血脉才会有的独特标志啊！5年前的那个女子居然是她！殿下，你怎么又把自己给封印起来了？本尊暂时不回圣域了。哎。就连神农界都没能一下子治好他身上的伤，可想而知，当时他被伤得有多重。炼体4阶，他居然在顷刻之间连跳3阶，还是在没有5根的情况下。等他重塑5根，又会有怎样惊人的天赋？听说武殿抓了一只5阶灵兽，赶紧去告诉大小姐，大小姐正好还差一只灵兽。5阶灵兽。阿楚，你也想要一头5阶灵兽？本尊可以帮你啊。你叫我什么？他们都叫你阿月，我就叫你阿楚，只能我一个人这样叫。你是人吗？喂，这便是武殿的待客之道吗？什么野鸡野狗，也配成为我武殿的贵客？秦芊芊，武殿秦3公之女，叶若雪的好姐妹。郡主，叶楚月，武殿是神圣之地，是你一个废物能够玷污的？哟，这不是那个有娘生没爹养的小杂种吗？叶楚月，你居然敢带着这个小杂种来招摇过市，你不要脸！故去的镇北侯还要脸！小宝，站在旁边好好看着。嗯，我听说在神武国有个规矩，凡是在武殿内，修炼者可以互相下生死战书。我以我娘镇北侯全部家产跟你比试一场。娘亲是在为我秃头吗？这叶楚月是疯了吧？秦芊芊炼体10段，还有个3阶灵兽和地痞灵气，他拿什么跟秦芊芊赌？今日过后，这叶楚月怕是要成为全城的笑柄。
殿下难道不觉得今天的叶楚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你不会是怕了吧？叶若雪，你不要忘了，你答应本宫的条件。如果你不能顺利的进入圣域，没能成为帝尊的女人，本宫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当初不是你觉得叶楚月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才来找我合作的？一个废物而已，殿下难道还不相信我？你现在只有炼体8段，想要继承镇北侯府还远远不够格。不过本宫已经给你找到圣域最厉害的炼丹师，助你突破结界成为5星，必须进入圣域。是，若雪多谢殿下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，就凭你也敢给我下生死战书？怎么，你也要我拿全部家产跟你对赌吗？不必了，若是你输了，给我儿子叶晨磕3个响头道歉。娘亲，这个女人真的是炼体4阶去给10阶的人下战书，怎么大开眼界。秦芊芊不敢吗？你觉得我会怕一个废物吗？是烈炎鞭，炼鞭，这就是炼体10段强者的威力。这是生死战书，便在战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吧。契约完成。把你兵器拿出来，别到时候说我胜之不武。对付你用不着兵器。对秦小姐居然还敢蒙着眼睛，不知死活！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这是在羞辱我！秦芊芊很强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发挥最大的实力。废话少说，滚来一战！好强的灵力！怎么可能？他的丹体不是碎了吗？为什么会有炼体4段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叶楚月，你只配当我的手下败将！我会替你死去的娘教训教训你！开打了！哎呦，好强的功力！叶楚月，你想死！好身手啊！叶楚月，跪下来给我磕头，我就留你全尸！是吗？你输了。哎呀，好厉害的女子啊！是他呀！强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你输了。我输了。谁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。何人敢在我武殿闹事？这管事的来了！敢欺负我女儿，你找死！爹，你女儿下了生死战书已输，该履行契约了吧？生死契约？大人，这不是镇北侯家的那个废物吗？居然能将芊芊打成这样！你要让我秦家的千金给这个小畜生下跪道歉？叶楚月，你敢如此羞辱我秦家？秦三公，秦家镇守武殿30载，如今您言而无信，我该怀疑秦家是否有资格可以继续镇守武殿。我秦门的女儿能屈能伸，去履行你的赌约。小宝，上来。
叶小姐，武殿是神圣的地方，可不欢迎不干净的人。秦公，你说镇北侯的女儿不干净，问过神武国那些对镇北侯敬仰的百姓了吗？这个沈枪锋深得神武皇重用，又是神玄学院最有天赋的天才，不能得罪。公子说的是，放行。芊芊，芊芊，你没事吧？芊芊，芊芊，若雪，我要那个贱人死！放心，哎呦，原来是叶家大小姐，是叶家的大小姐，叶家大小姐，她可是年轻一代的翘楚。果然是她，这完全比不上。哪像叶家的那一位，不学无术，凭什么阿猫阿狗都拿来跟我们叶大小姐比？这群人不带上我就说不了话是吧？女人，你的名声真差。你要是再敢乱说话，我就把你丢到长安街裸奔。气呼太甚！叶大小姐，你也是为了那头五阶灵兽鬼泣血狼而来的吧？听说你的驯兽之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这头灵兽肯定是你的囊中之物啊！大人谬赞了，妹妹也对这血狼感兴趣，不过这可是五阶灵兽，妹妹还是小心点为好。这是我前世在热带丛林驯服的小狼，好漂亮的眼睛，我要把它挖出来做成标本。按照武殿的规矩，谁能将它驯服，它就是谁的。我先来吧。驯服成功。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驯服鬼泣血狼，叶大小姐，你还真是厉害。一个五阶灵兽罢了，可惜了，镇北侯的女儿是个没用的废物，连个叶大小姐提携都不配。真是厉害啊！哎呦，居然是7阶灵兽！是猪不是猴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啊？去死吧！我的主人，好久不见。怎么可能？鬼泣血狼居然给臭名昭著的叶楚月下跪，行的还是君臣之礼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7阶的灵兽，娘亲好酷啊！灵兽一族向来高傲，宁死绝不屈服于他人。是啊，狼族之中，鬼泣血狼的血统最为尊贵，居然也会臣服于他人。对呀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咋看这臭狼这么不顺眼呢？怎么会这样？这鬼泣血狼是被他下降头了吗？叶主院到底用了什么手段驯服了这血狼？可能是因为被我的美貌折服了吧。娘亲，它会咬人吗？不会，它很温柔的。我没听错吧？他居然说7阶血狼温柔，是叶楚月，为什么运气这么好？这如此凶猛的灵兽，小宝，叶楚月，本宫为什么不知道你会驯兽？我会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这个女人，5年来一直疯疯癫癫，像条狗一样缠着本宫，为何会突然像变了一个人？难道真是欲擒故纵？你是不是还想着神学学院的事？你不用为了本宫的一句话，就去做你根本做不到的事。太子殿下，你之前不是说过，只要月儿获得5笔魁首，就可以继承镇北侯府吗？什么？这个女人的小伎俩，居然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，都瞎了。继承镇北侯府，就凭她也配？一个不贞不洁的贱妇，竟然想当镇北侯？若雪小姐是炼体8阶的高手，她的天赋曾经还被帝尊夸奖过。我看若雪小姐才最有可能进入神玄学院。别胡说，我没有。秦小姐可是炼体10阶，
不也被叶楚月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？叶三小姐，皇上请您立刻进宫一趟。这位大人，我妹妹之前不是有意要破坏两国联姻的，她只是太爱太子殿下了，才一时糊涂。皇上若要怪罪，我愿意替妹妹受罚。这女人脑子进水了。叶大小姐真是太善良了。叶楚月敢破坏两国联姻，本就该死。不错。叶楚月，若你求求本宫，我就向父皇求情，饶你。太子殿下，我国与东洋国素来交好，此次叶楚月破坏两国联姻，惹怒东洋国，本就应该被千刀万剐。没错，叶楚月敢当众侮辱东阳公主，杀了她才能给东阳公主一个交代。原来大家都这么想我死啊！可惜我就喜欢看你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月儿，哥带你进宫。哥，我的妹妹只有月儿一人。不必，你先带小宝离开吧，其他的事我能解决。小宝，走。叶三小姐，面见圣上不可佩戴面纱，这是不敬之罪。那些繁文缛节，阿月不必在意。女子最是在意自己的容貌，可不能让这孩子自卑了。近来可好啊？还好，还没被弄死。阿月，坐。你同你娘很像。你娘当年还在的时候，各诸侯国之间，哪个敢欺我神武啊？你是镇北侯唯一的女儿，可是在神轩学院，却遭受非人苦难。说到底，还是朕无能啊！若是我神武是诸侯之首，这神轩学院的人哪个还敢欺你？还不是欺你背后无人，欺你国之羸弱。皇上，我身为镇北侯之后，当以天下为己任，身兼重责，守神武之太平。好，哈哈哈哈，非常好！只要你能夺得比武魁首，朕便昭告天下，封你为新任镇北侯。朕相信，你一定能再现你娘当年的风采。我怎么感觉被神武皇套路了呢？月儿，你当真要去神轩学院？你很清楚，我的武根是在神轩学院被挖的。在我陨落之后，学院出现了一个新的天才。在我出世之后，我契约的青鸾灵兽凭空消失，而那个女子凭空多了一把用灵兽骨骼做成的剑，甚至还有一把古簪。沈清风，我说的对吗？月儿，这件事交给哥哥去办，他有帝尊守护着，你动不了他。怎么又是我？到底是谁在给本尊泼脏水？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！那又如何？我要他3更死，他能活到5更吗？没错，本尊的女人就该如此嚣张。放开我！这是绝品仙根，我答应过你要帮你重塑武根。那些凡品武根配不上你，我的阿楚值得这世界上最好的。这仙根上面的气息好熟悉啊！叶三小姐，神轩学院招生比武将于3日后设在神武国，到时候不仅各国使节前来，还会有神轩学院的长老弟子作为代表前来。公公，皇上特意让你过来说，是怕我不惹事，还是怕我惹事啊？
皇上他没有交代。真是只老狐狸。有劳公公跟皇上说，我知道了。是。你怎么又变成狐狸了？我想一直陪着你嘛。那只簪子，那是用青罗灵兽的骨头锻造而成的骨簪。莫清武，莫清武是原主在神轩学院唯一的挚友，却夺他5根毁之丹田，一个本该扶摇直上、睥睨四方的天才，硬生生沦落至千夫所指。莫清武，该死！你们看。那就是被我们学院赶出去的叶楚月。他呀，估计连孩子亲爹是谁都不知道，真是伤风败俗，岂能与莫师姐相提并论？哼，当初还想害死我们莫师妹，幸好被五长老及时发现，将他赶出神轩。他呀，连给莫师妹提鞋都不配。哼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叶楚月，你想干什么？月儿，不得对莫姑娘无礼，她可是这次比试的考官之一，更是神学学院不可多得的天才。你若是得罪了她，想进神学学院可就难了。我没听错吧？这等废物还想再进我们神轩学院？这次初审的考官也太眼瞎了吧？是怎么让这个废物混进来的？叶楚月，你又在胡闹什么？莫清武，我的剑，你要佩戴到几时啊？叶楚月，你胡闹也要看场合。今日灵州大陆各国云集，你一个人死就死了，不要连累神武帝国。叶楚月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我们莫师姐的饮血剑与他可是有契约关系的。瞧你这穷酸样，只怕也没见过什么好剑吧？哦，神轩学院的弟子长老，不过是群鸡鸣狗盗之流罢了。找死！那是饮血剑与莫清武的契约。哼，叶楚月，就算这把饮血剑是你娘的又如何？他已经跟我契约，认我为主，就说明他也清楚，你这个废物根本就不配为他之主。你就这么喜欢偷别人的东西？5年前，我能将你从天之娇女变成人人厌弃的老鼠，这次仍然可以。识相的，就赶紧离开皇宫，我还能留你一条贱命。5年前那晚刺杀我的人，是你吧？莫清武，你在害怕什么呀？莫不是你心知肚明，知道这饮血剑从未真正的认你为主？不愧是我的阿主，你真的是叶楚月吗？怎么回事？云霄塔谷中？怎么可能？谷中只有朝圣的时候才会自灭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巧合。我尝试了5年之久的饮血龙魂都没有成功，凭什么叶楚月可以召唤出来？那个贱人，他的5根恢复了，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感觉不到他灵力的波动？莫清武，不是你的东西，即便你费尽心思盗走，也发挥不出半分实力。你所造下的罪孽，你所盗走的一切，我会一样一样的收回，
怎么会这样？莫师姐契约了的剑，居然会认她为主？难道真的是莫师姐偷了叶楚月的剑？叶楚月能使出龙魂，那他的实力至少是在武者之上。不是说他的武根被毁了吗？就是啊，都给我住口！我们走。莫清武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为什么你没告诉我，这个剑人现在变得这么厉害？你慌什么？这饮血剑本就是镇北侯之物，因是镇北侯之前做了什么手脚，所以才会认叶楚月为主。我刚才观察过，他身上没有半分灵力波动，所以说他的武根还是废的。还没开始，你的剑就被叶楚月抢了，废物！太子殿下，莫姑娘也不知道那剑会自动认主。5年前的事情要是被人知道了，我们都逃不了。所以今日神武国最后站在台上的，只能是叶若雪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本宫收到了消息，帝尊最近出现在了神武国，听说好像是为了一个女人。什么？帝尊那么尊贵的人，居然会为了一个女人离开圣域？总之无论如何，最后你必须给本宫战胜她，成为这神武国的镇北侯。到时候本宫自然有办法让你成为帝后。是。快看，那就是神仙学院的莫清武。短短5年，莫清武居然声名鹊起。哎，因为他的高频武根，还被神脉九州的人给看中了。说不定啊，他就是未来的帝后呢。太美了。那个戴面纱的女人是谁啊？她后面跟着的好像是神仙学院的沈清风，她该不会是叶楚月吧？这身材，如果当我的女人也不错，大不了晚上我把她的脸盖起来。贱人！秦小姐还真是身残志坚，总不能要爬着上台吧？你贱人！看若雪待会怎么收拾你！神玄学院入学比试正式开始。本次的主考官共有5位，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，其中1位是神玄学院的代表莫清武，莫姑娘。阿月，你和莫清武之间有仇，待会儿比试时，他应该会刁难你。你们莫家家道中落，是我救了你，还将你带回了神玄学院。若不是我，你早就横尸街头。你居然恩将仇报，这样对我。因为我想看看高高在上的镇北侯之女沦为丧家之犬的样子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神学学院！哼！他欠我一条命。院长有令，神玄学院会派出前3名进入下一轮比试。
所以今日的比试很简单，只要试灵石前100者均可进入神玄学院。怎么样？神玄学院前3名。莫姑娘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和沈公子就是神玄学院前2名。在场参赛的，怎么可能有人比得过你们？那这样算下来的话，今日就只有1个名额了。参选的人员可是已近1000名，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对啊，就是啊。灵州大陆的舞比非同寻常，每3年一次，魁首可进入圣域，必须是超凡实力者，炼体8阶以下自动淘汰，其余者上台接受试灵石的考核吧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武者，居然是武者！这么高的等级啊！之前听别人说叶大小姐是炼体8阶，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突破炼体，直接越过武者成为武士了。他服用过神脉的灵丹，可在短期内突破。哦，不知道仙根能让我突破多少级呢？不要强行突破，否则你的身体会承受不住的。对付这些残肢败类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且慢，叶三小姐，你当年与人苟且，是被神玄学院除了名的，没有资格进入神玄学院。是吗？我只知道，只要赢过你，神玄学院的第1名，我就有资格进入学院。就凭你，一个连5根都没有的废物！是啊，我连5根都没有，你不敢比，莫不是你觉得你会输？叶楚月，不要在上面丢人现眼！叶楚月，别给神武帝国丢脸，赶紧滚出比试场！就是，赶紧滚！你们才是一群丑八怪，敢说阿楚，真是活腻了。莫师姐，阿月所说的的确是学院的规矩，所以你比吗？敢吗，莫师妹？好，你可别后悔。大人，神玄学院规矩，上台比试者无论生死，还请各位做个见证。那是自然。好，那我就来领教领教叶师姐你的本事。哼！啊！你身上一点灵气都没有，你是怎么躲过去的？莫师姐，现在可不是教学时间哦。赤瞳师！啊！哇，你快看，天上这个是……居然是8品灵兽赤瞳师！哎，不愧是神玄学院的天才，是啊，这么年轻就收服了8品灵兽。月儿，虽然你之前抢走了我的7品血狼，可是赤瞳师一口就能把7品血狼给咬碎，你还是赶紧认输吧。姐姐说的对，要不姐姐你来。皇上，你走慢点，可别摔着了。那么多人欺负一个小姑娘，真是该死！当年太子退婚，所有人都以为叶楚叶被废了5根后，对皇上没有利用价值，所以他才同意退婚。这瞧着怎么不太像啊？
父皇，你怎么来了？殿下，叶楚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虽然说他只是一个废物，可这始终关系到我们神武国的颜面，皇上到场也是理所应当。是啊，这个叶楚月真让人不省心。哼，叶楚月，你要是不认输，就赶紧召唤你的灵兽吧。好啊，小狼，出来吃饭了。这个楚月是不是太狂了？那可是8品灵兽。之前他痴傻了5年，莫不是病还没好吧？听说他的7品灵兽也是罕见了，这么死啊，真是可惜了。小狼，开餐喽！看在你帮阿楚的份上，本尊饶你一命。啊，好强的灵兽啊！变得这么大！是9品，是9品血狼！我天！不可能，这只血狼是叶楚月从武殿带走的，分明只是7品。叶楚月，你究竟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？关你屁事啊！畜生，还不赶紧放开我的赤铜石！主人，这个人我可以吃吗？好，留给我。干得漂亮！你先回家，等我回去再进宫。好，朕就知道朕北侯之女怎么会输呢？好，现在该我了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月儿，莫姑娘是神学学院的人，你不能杀她。这簪子，你不配！你居然挖了她的5根，毁了她的丹田，这和杀了她有什么区别？你这是在同情他吗？我怎么可能？我秦武离5星之差1步之遥，怎么可能会输给叶楚月？你没有5根，怎么会呢？哎呀，是啊，我没有5根，又怎么会赢得比试？真是奇怪。现在我可以测灵石了吧？他作弊！这个贱人，他作弊！他的灵兽是从武殿带走的，很多人都看见了。明明只是一只7品灵兽，短短几日成为9品，哼！一定是他在灵兽上做了手脚。那个蠢货是谁呀？啊，武殿秦三公之女秦芊芊，真是愚蠢至极！当着整个灵州大地的面拆自己国家的台，他的脑袋是被门夹过吗？传旨旨意，废除秦家掌管武殿之职，贬为庶民。是。皇上这是在替叶三小姐出气。我的灵兽天赋异禀，短短几日就突破了，这应该不算犯规吧？自然不算，请前往测试灵石。月儿小心！你这个被毁了容的丑八怪，你就算赢了我又如何？就你这种丑样，你还妄想参加武比，进入圣域？
怎么会这样？她居然比5年前还要漂亮。不是说叶三小姐被毁容了吗？这样貌，就算是整个神武国，不对，是整个灵州大陆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吧？这叶大小姐站在旁边都不够看的呀！我真貌美啊！叶楚月，你敢骗我？我就是怕看到你现在这样自卑的样子。像，太像了，和当年镇北侯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该不会真被秦小姐说中了吧？叶三小姐在这比试上做了什么手脚？可是试灵石从来没出过错呀。就算再厉害又怎么样？没有5根者是没有机会进入神玄学院的。对的。哼，还是一个废物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啊，真是有点点丢脸呢。没了，这玩意儿应该不是很贵吧？不用我陪吧？试灵石怎么爆炸了？莫不是叶楚月真动手脚了吧？本次试灵石只测试基于5星的修炼者，超出者爆。不可能，他连5根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是5星？这又是谁家的蠢货啊？是叶家的大小姐。哎呀！一时没控制住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敢耍我们？呀，被你发现了，不服气就打我啊！阿楚，月儿，本宫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一会儿你跟本宫去见父皇，本宫会向父皇求情，让你继承镇北侯。太子殿下，轩辕晨，你难道忘记那日在我镇北侯府的靶场说的话了吗？月儿，本宫知道你说的是气话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心里一直有你。滚开！这怎么又来一个丢脸的？朕没法待了，回去。你知为何当年太子提出退婚，朕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吗？老奴不知。朕答应过镇北侯，绝不让他女儿受委屈。太子有眼无珠，朕自然就答应了。老奴听说叶三小姐这5年在叶家过得都不如下人。好个叶家！怪不得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一个庶女，敢如此为难阿月。去，给朕拟旨，朕也要替阿月出气。哼！大胆！你竟然敢对太子殿下无礼！阿楚，我们回家。这个男人该不会是叶三小姐的姘头吧？可我记得他的姘头不是叶府的马夫吗？马夫？月儿，爹处死那个马夫是他罪有应得，但是你不该随随便便找一个男人来气爹爹啊！这个人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应该不是。那位的特征是紫色的眼睛。我今天受的震撼太大了，脑子都糊涂了。月儿，这个男人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？他问你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护卫。月儿，本宫就知道，在这神武国里，只有本宫才能配得上你。等你拿下无比的魁首，本宫就封你为侧妃。侧妃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月儿，本宫是太子，而你却已经有了一个儿子，所以本宫只能封你为侧妃。但是本宫向你保证，你一定会像太子妃一样。轩辕晨，你还真是令人作呕，恶心。你，叶楚月，本宫已经让步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想你死。
你们一个两个都是废物！太子殿下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叶楚月他一身邪气，从他的灵兽就能看得出来，什么人能有这个本事，能够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之内，把一个7品灵兽变成9品？他一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这不是他的真本事。没错，本宫差点就被那个贱人给骗了。今日之耻，本宫等比武的时候再报，到时候本宫要他死。我听说5比的魁首可以进入圣域，还有望成为帝后。我没兴趣。我就知道我的阿楚不是个爱慕虚荣的女子。说不定帝尊大人是个七老八十的老头，还挺着个大肚子，头发油腻的老色鬼。我怎么听说帝尊是整个灵州大陆最帅的男子？那也不如你。阿月，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说几句？他不会背叛我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这些都是武道功法，还有历年来的比武记录，对你应该会有帮助。你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我，就不怕我赢了你？我留在神玄学院，只是为了查清楚5年前的真相。不过，我确实曾经一度怀疑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阿月，对不起。好了，这段时间你用心准备比武之事。镇北侯府有我帮你看着，不会有事的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这5年来，我和小宝之所以能在叶府活下来，其实是他在暗中保护我们母子。那我就原谅他了。你怎么这么幼稚啊？幼稚点好，总比大着肚子七老八十的老色鬼强。是吗，帝尊大人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当初你给我仙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气息很熟悉。当今天下能修炼出仙骨的，不会超过3人，而且你还有独属于帝尊的紫色眼睛。阿楚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并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。哦？难道不是因为帝尊大人怕我贪图你的财产，才故意隐瞒的？当然不是，我知道阿楚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女子。之前我被人设计封印，危机未除，我怕身份一旦暴露，会给你和小宝带来危险。堂堂帝尊大人，忍下挖仙骨之痛，赠我半截仙骨，所图为何？阿楚，我……因为你是5年前的那个男人。这其实并不难猜，因为小宝有着跟你一样的眼睛。阿楚，5年前我被人设计陷害，事后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女子是你。如果我知道，一定不会让你和小宝受那么多的伤害。娘亲，他真的是我爹爹吗？是的，小宝，他是你爹爹。爹爹，爹爹，
爹爹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小宝和娘亲都快被人欺负死了。放心，以后有爹爹在，不会再有人欺负你和娘亲。那我出去玩啦。全是5者以上的，这次5比有点难度啊。往前能进5比前3甲的，至少都是5尊级别的。5尊？那我前几日吹的牛还能收回来不？很少见到娘子这么不自信的样子。你叫娘子叫那么顺口，还要不要脸？等5比结束，阿楚做完自己想做的事，本尊定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我为妻。我想做的事，明明以他的能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替我完成，但他一直在我身边支持。这个男人没有盲目的自信，也没有自大狂妄，好像还不错。叶若雪，你把她圈起来做什么？阿楚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5年前我被陷害的事吗？其实陷害我的人是我的亲生母亲，她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，包括我未来的娘子都必须由她来安排，甚至不惜给我下药，也才因此与你，也幸好是与你。在刚刚得知你就是5年前的那个女人时，我有想过，这个地位她想要就拿去，我不想做个傀儡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的妻子注定是一个会发光发亮的人，藏不住的。既然藏不住，我就要让天下人，甚至是我的母亲知道，我叶墨寒之气无人能及。所以，你母亲选中的人是叶若雪。叶若雪是叶府的人，在所有人的眼中，她是最有可能继承镇北侯之位的人。她向来运气好，而且也聪明，否则怎么能让轩辕晨、莫清武等人成为她的棋子？我倒是很好奇，你的修为到哪个阶段了？5尊、5宗，还是大宗师？普天之下能胜过为夫的，只有娘子你。你为我强行抽出仙果，我这人呢不喜欢欠人人情，待我赢得5比之后，我就吃点亏，买1赠1，嫁给你。一言为定，不许食言。爹，叶楚月他要重回神学学院了。什么？照这么说，那个贱蹄子不惜在比试场上耍手段，也要加入神玄学院，就是为了想继承镇北侯之位。这个逆女破坏2国联姻，为什么皇上没有处死她？她是烈士之女，皇上又怎么会光明正大的处置她？不过今日妹妹带了一个男人回府。你说什么？虽然说叶楚月是被太子退了亲，但是她也不该随随便便在外面找一个男人给太子抹黑啊。
叶楚月，你必须死！叶楚月，你的奸夫到底在哪里？奸夫？5年前你不是给我找了马夫当奸夫，被你活活打死了吗？今天你要是不把那个奸夫给我交出来，你就马上给我滚出叶家！小宝，娘缺，爹，趁着族老们都在，将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从叶家除名。叶楚月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打你是要告诉你，在这个家，我是尊，你是卑。叶家主，这里是叶府，可不是你叶家主说了算。何况外人称你为叶家主，可他们不知道，并不是叶府的叶。你，楚月，你爹也是为了你好。你被太子退婚在先，破坏2国联姻在后，现在还当着太子的面带一个男人回府，你这样把太子的颜面、皇室的尊严放在何处？区区一个贱妾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教主子做事？好啊好啊你！我看你现在这翅膀越来越硬了。叶楚月，他可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怎么能这样跟他讲话？神武敬孝，你竟然对你的父亲不敬不孝，你拥有再大的本事，也永无出头之日。哦，我对叶家主不敬不孝，是因为我说了实话吗？糟了，我不应该说叶府和镇北侯府，还有我娘所有的财产都是先皇指给我的，和那叶海鹏没有半点关系。你，都怪我不好。叶楚月，你马上给我滚出叶府！滚不了一点啊！你们这副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的嘴脸，真是让人恶心。不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日，你们给我全都滚出叶府！反了，这是反了！叶楚月，信不信我们到皇上面前参你一本？有史以来从未见过你这样的泼妇，实乃叶家之耻。各位族老，你们也都亲眼看见了。这个小蹄子实在是顽劣。为了防止他给我们叶家带来祸端，请你们立刻将他从叶家给我除名，必须将他除名。就应该这样。阿主，这些人就算杀了都无所谓，但他们有一句话说的没错，神武重孝，这件事传出去，恐会毁了你的声誉啊。我还有名声啊。可是被族里除名，你娘的财产你便带不走了。你说话能不能把重点放在前面啊？哼，以后镇北侯府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你已经被叶家除名，我命令你立刻带着这个小野种给我滚出叶府，从此你和我们叶家再无半点瓜葛。哟，叶家主好大的威风，可若我不走，你能奈我何？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，给我砸！娘亲，小宝别怕，娘是故意激怒他们的。刘公公到！老爷，刘公公拿着圣旨，肯定是因为他今日在比试场上作弊的事儿被皇上知道了。叶楚月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，也就能骗普通人。皇上身边的暗卫里有武尊高手，自然是骗不过他们。幸好我们先一步将他赶出叶府了。
叶三小姐站着听旨就好。刘公公，麻烦你回去给皇上复命，我和小宝现在就去找个清静的地方一了百了，免得在外受欺负，在家还要被这群吸我娘血的人羞辱。阿楚，你早就知道他要来。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，事情闹得越大，他们被赶出去的机会就越大。公公，都是这叶楚月欺人太甚，想要将我们一家人都赶出去。是啊，刘公公，妹妹她不敬我娘也就算了，竟然对我爹也趾高气昂，实在是有违孝道。刘公公，世人皆知后母难做，这些年来我对楚月尽心尽力，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恨我。当初也不是我让他去跟马父。哎呀，公公，都怪我，这些年呢对他疏于管教，才让他一次又一次犯下大错。今日我将他逐出家门，但她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如果皇上怪罪的话，臣绝无怨言。完了，皇上一心要为叶三小姐出气，可我还是来晚了一步。他们母子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？回宫后，我这头还保得住吗？父亲，你宠妾灭妻，对不起我娘亲，这事过了便罢了。你为何指定叶若雪才能继承镇北侯府？难道你还想把丈母娘财产的事让全天下人知道吗？刘公公，这是何意？叶三小姐就在这里接旨吧。今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，老奴回宫后一定一五一十地告诉皇上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叶楚月贤良淑德，智勇无双。今封叶楚月为镇北郡主，赐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铺子10间，珠宝20箱。望镇北郡主能在比武中夺得魁首，替我神武帝国争光。另，朕知悉先皇遗旨，待叶楚月18岁，便为叶家家主。因之前身子不适，延至今日，即日起便为叶家家主。钦此。谢皇上，有皇上替臣女做主，臣女的院子就算今日被砸了，今夜我和小宝去睡桥洞，臣女也是开心的。叶海鹏，今日之事，你须得跟随咱家进宫，向皇上请罪。你说什么？皇上让你赔给那个小贱人10万两，还要我们3日内搬出叶府。爹，凭什么？我们都是叶府的人，我不走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次比试皇上去过，但是他只带了刘公公。皇上一定以为叶楚月能力超群，没有看出来他使诈。有镇北侯当年的风范，所以对他叶楚月进行了重赏。老爷，你应该当着皇上的面拆穿他的真面目。娘，不急，叶楚月已经被我们从族里除了名，
到时候他在五笔上出了丑，就是在打皇上的脸。到时候皇上对他要杀要剐，就和我们家没有关系了。若雪说的没错，等我赢得了这次五笔的魁首，成为帝后，我一定会把我们失去的都拿回来。若雪，以后我们叶家可就全靠你了。干嘛？想走？阿楚，我只是不想让你被别人说三道四。郡主，皇上派老奴亲自看着叶海鹏4人搬了出去。另外，这是叶海鹏赔给您的银票，共计10万两，您可满意？够了。您满意就好。那日秦小姐在比试场对郡主您口出恶言，皇上已经让秦家退出武殿，贬为庶民。皇上该不会暗恋我娘亲吧？镇北侯去世后，神武国原有的领土被其他国瓜分大半。我原以为神武帝是个无能之君，现在看来还是有可取之处。阿楚，我有点事要去办。五笔当日，我在武魂殿等你。你要会生育了吗？我说过，我要为你扫除一切障碍。我绝不允许在五笔当日有任何意外发生。找回你眼中失去颜色的风景，陪你看尽繁华如雪，谢谢你。解开你心底所。尝一尝，看一看了，上好的胭脂香娘亲，这里好像比京城还要热闹。数年未见，长高了不少，也好看了很多。木生，莫清武的师傅，当年挖原主5根一事，也有他的手笔。叶楚月，你是劣迹碑上的弟子，见到祭司大人，得行10跪9拜之礼。就是你伤了我的徒儿莫清武，是又如何？娘亲，堂堂神玄学院的5长老，竟做些以大欺小的宵小之事。这便是武道高阶强者的实力。皓月，这养畜生呢，是一门学问。会抓人的畜生，不听话的，就得好好教训，他才会收起他的爪牙。大祭司，你要做什么冲我来？别动月儿！你确实比5年前强了不少，可惜在我眼中，也只是一个没用的垃圾。娘亲，堂堂神玄学院的大祭司，竟为了自己的徒弟挖我5根，毁我内丹。上一个是莫清武，下一个该你了。真是无趣，我从来不会在一个废物身上浪费太多时间。叶楚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这是5行2段，但在大祭司这等的强者面前，实在是不堪一击。叶楚月在大祭司的劲道阻力下，不但没有跪下，竟然还突破了，这是什么怪物？哪有人这样突破的？这他娘是修炼鬼才吧？
堂堂祭司大人，不会就这点本事吧？还真是垃圾啊！五行10段，不过眨眼之间就连着突破了8段。等等，他还在突破。可恶！他利用祭司大人的力量帮他突破。花月这是要突破5星，成为5尊强者。可是这么久，就是等待一个契机。结合了鼓舞心法，在平静时期极力遏制，等到有外界的超强压迫时一举突破，便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这是雷劫吗？从12阶5星突破到5尊时，需要承受天罡雷劫，渡劫成功方可突破。你们快看，天雷出现了！我娘亲，小宝别怕，1年间一定会成功的。是血罡雷劫，血罡雷霆足足有99道之多，至今无人能扛得住血罡雷劫啊！阿月，叶楚月，看来天都要亡你呢。我还没死呢，区区血罡雷劫，还要不要我一笔？这怎么可能？娘亲，小宝别怕，娘亲没事。我若不想死，阎王也不敢收。能扛住这血罡雷劫，多亏了叶慕寒的仙根。娘亲，小宝好怕。沈清风，保护好小宝。大祭司，接下来该我了。这就是刀圣的实力，果然很强。叶楚月，本座将以神玄祭司之身份为民除害，今日你难逃一死。我看谁敢动我的妻子！阿楚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不配知道我的身份，你只需要记得，敢动我的妻子，杀无赦。大祭司，这快走啊！快走啊！普天之下，能这么轻而易举杀死一个5尊强者的，只有那个人。难道你是爹爹？小宝，刚才多谢你护住我的儿子。这是小宝的亲生父亲叶慕寒。叶慕寒？可是你的眼睛……啊，紫色眼睛太过招摇了。叶慕寒，我被雷劈了半天，饿了。来，小宝的爹爹竟然是圣域之主。帝尊，能不能把小宝的眼睛变得像你一样隐藏起来？毕竟这几日比武，这里不会太平。求求你了，饶了我们吧！我有可以求求你了，饶了我们吧！一群贱民，也敢对本公主的长相评头论足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拖下去！
挖了他们的眼睛，割了他们的舌头。在我神武国的领土耍威风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三小姐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，救救我们！叶三小姐，你就是那个让我名声尽毁的叶楚月。帝尊，这件事情交给阿月去处理。若你出面被认出来的话，恐怕不好收场。殿下，去暗中盯着，若是东阳国的人敢伤害阿楚一根头发，就全部给本尊杀了。是。既然知道自己沦为笑柄，还敢出来丢人现眼？本宫此次回来，就是要杀了你这个不仁不义的贱妇。好啊，那就来吧。公主，国主有令，5笔之前您不可生事。本宫在5笔的名单上看到了你叶楚月的名字，本宫不仅要你死，还要光明正大的杀了你，让你们神武国的臣民好好看看，镇北侯之女不过是一个被本宫踩在脚下的垃圾。我们走。如果我杀了东阳公主，会怎么样？阿楚想做什么去做便是，天大的事由本尊帮你撑着。3年1度的比武正式开始，请各国代表上台抽签。第1组比试，神武叶若雪对南海秦霜，比赛开始。又是一个姓叶的。哼！不过数日，叶若雪又突破了3段。欲速则不达，他不如阿楚聪明。叶若雪获胜。太子殿下，叶楚月，参加比武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带他来干什么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哼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。殿下，5年前叶楚月的奸夫不过是叶府的一个马夫，如今看上一个护卫，又有何稀奇？我生过孩子，自然比不得姐姐，将来是要当帝后的。叶楚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将来是要当帝后的。叶楚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不是姐姐亲口跟我说的吗？我姐姐可是神武帝国第1才女，还是未来的镇北侯。我姐姐就是要当帝后的人。怎么啦？莫不是你也想当帝后？就凭你也配？来武魂殿参加比试的人，奔着夜幕寒来的人不计其数，真喜欢看狗咬狗的好戏。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庶出之女，居然还敢肖想成为帝后？哼！你是东阳公主又怎么了？你与太子殿下推过婚的，你以为帝就会看上你啊？
什么下贱东西，居然敢对本宫大呼小叫！别给你姐姐添乱！丢神助气！今日若是你姐姐夺不得魁首，我们还得回那间破屋里去住。若雪只不过用了2招，就打败了南海国一个高手，我对若雪很有信心。最想看到有人把叶楚月那张脸打烂。看到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我都恶心。别急，这一次他走不出这武魂殿。下一场，叶楚月对许之成，比赛开始。殿下，太后到了。护好小宝。帝尊，在下听说您的母亲想让叶若雪做您的帝后。本尊的妻子只会是阿楚。还请帝尊记住今天所说的话，否则就算明知是匹夫撼树，在下也会拼尽全力替阿月讨回公道。阿楚是我的女人，这事不需要您多费心。这是我欠阿月的，就凭他现在还肯叫我一声哥哥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们母子，除非我死。是那个漠北的许之成，他可是今年修为排行榜前3的大人物，年纪轻轻就已经5星6阶，前所未见的天才。叶楚月对上许之成，必死无疑。我认输，我认输。真是废物！是，叶楚月获胜。我弃权。在下弃权。叶楚月获胜。这些人怎么都主动弃权了？这个叶楚月上台已经5次，5次轮空，直接晋级。去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。是。五比向来是各国之间的荣誉之争。据本宫所知，这次叶楚月是代表神玄学院的学生来参加。可是，如果作为学生残杀学院大祭司，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来参加比试？不是，居然是这样的大祭司吗？他可能有资格来参加。这怎么来比？他就是一个废物，就凭他能杀得了神玄学院的大祭司木生？此事千真万确。楚月，你怎么能这样做？之前神学学院的入学试，你就残害同门，只是一次入学试，就挖出了同门的5根，毁了他的丹田。现在居然杀害大祭司！不会吧？这样的人居然有资格参加五比？木生可是神玄学院的大祭司啊！叶楚月，他真的有这个本事吗？我东阳国，请武魂殿取消叶楚月比试资格。逆女，当初你破坏2国联姻，为父只是说了你2句，你就把为父逐出叶府。当时我就发誓，若是再纵容你，你肯定会惹出更大的祸端。没想到今日，你居然杀了神玄学院的大祭司，看谁还能保得了你！什么？将自己的亲生父亲赶出家门？这种不忠不孝的人，没有资格参加五比。明明是大祭司先动的手，很多人都亲眼所见。难道说
堂堂祭司去欺负一个修为低下的人，他死了就是活该，他拼命反杀就是罪大恶极，这是哪来的谬论？哥，你是镇北侯的养子，自然要替镇北侯的独女说话。可是这是人命关天，你护不住她。没错，神玄学院不属于神武国，应该交由圣域处置。今日来参加武魂殿比试的选手，非败不得出。想让我离开，可以，打败我再说。太狂妄了！你真的以为没有人能打得过你吗？此事我已禀报殿主，等待殿主回话。比试继续。叶楚月，你可敢接受我的挑战？不想。你的下一轮对手是叶若雪，我更想看到狗咬狗。我国与东亚国交好，你已经胜了5场，一定能晋级。这一场就让给东阳公主吧。是。帝尊果真是长大了，连哀家都不放在眼里了。母后，有话便直说吧。帝后只能是叶若雪，你要是喜欢那个女人，可以把她收作贱妾。母后可真是爱开玩笑。叶若雪是神武国最为优秀的修炼者，镇北军30万大军的军权都将落入她的手上，帝后必须是她。母后，这些年你太辛苦了，该好好歇着了。自你进门那一刻，便已经中了噬灵烟，此烟无色无味，只会重伤你的5根。我是你的母亲，自然不会杀你。哀家从小到大便教会你一件事，要学会心狠，心不狠，如何能做这灵州大陆的王？论心狠，本尊确实不如母后。对你不利的女子，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。论心狠，本尊确实不如母后，但是阿楚是本尊的女人，谁敢？下一场，叶楚乐队叶若雪。杀了叶楚月，哀家给你和帝尊赐婚。比试开始。5尊1段，这怎么可能？叶楚月，你的5根恢复了，是又如何？原来这5年里，你从头到尾都在装疯卖傻，欺骗我们。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脸真大！你们不过是一群贪得无厌的吸血鬼，一边贪图我娘镇北侯的财产，一边对我和小宝虐待欺辱。这5年来，若不是我装疯卖傻，我和小宝岂能活到现在？他就是被欺负这种事。这些人欠原主的，我会将他们的罪行全部昭告于天下，一个都不放过。早就听说叶家家主宠妾灭妻，原来是真的。我听说当年叶楚月与一个马夫苟且的事，就是从叶家传出来的。你胡说！
我姐姐可是要嫁给帝尊的人。哼，他杀你这样的贱人，只会让他觉得恶心。思雨，你住嘴！他杀你这样的贱人，只会让他觉得恶心。思雨，你住嘴！居然有这样的野心，敢妄图当帝后！这是享受着镇北后留给他们的一切，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了。住口！你们都给我住口！姐姐，你快杀了他，把这个贱人杀死！叶楚月，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只有我才配继承镇北后。娘亲，加油！死贱种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叶楚月，你竟敢划伤我的脸！毒妇！你这个人尽可夫的毒妇，我要杀了你！5年前你毁我容之仇，报应。下一场，叶楚月对东阳公主。就是这个不知廉耻的荡妇拿了我儿的仙骨，去，把那个孽种给哀家带过来。太后娘娘，他可是……你应该知道，帝尊只有一位，但哀家的儿子可不止一个。叶楚月，你嚣张狂妄，肇事欺人！今天本宫便替天行道。废话少说，打吧。小殿下，殿下让老奴带你过去一趟。沈公子，武魂殿禁地，你不方便进去。舅舅，这你就放心吧，白爷爷对我很好的。小殿下，走吧。我的灵力没了，一抹汗，出事了！贱人，受死吧！贱人，受死吧！沈清风，没事，你没事吧？好一对痴男怨女呀！不过本宫记得，刚刚跟你在一起的是另一个侍卫吧？怎么，这么快就又换新的了？叶楚月，你果真是一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！大家快看，那个贱人身上的灵力没有了。叶楚月，你果然是在神玄学院的试灵石上动了手脚。哦，为了进入神玄学院，居然当众作弊！我等请求帝尊出面，赐死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。沈清风，你先下去。可是，即便我没有了灵力，我也可以打败他。如今你已经没有了灵力，
在本宫看来，你与一只蝼蚁没有任何区别。不如你在所有人面前跪下，高喊你叶楚月是一个水性杨花的贱妇，说不定本宫还能饶你一命。哼，看来我母亲对你们还是太仁慈了，让你们忘了谁是主，谁是奴了。叶楚月，你胆敢挑拨两国之间的关系？太子殿下，当年我母亲独自一人带兵3万前往东阳国，征战数月，拿下东阳国13座城池。东阳国自知不敌，因此对我们神武国示好，甚至不惜以公主送来和亲。怎么，我说的对吗？本宫杀了你！怎么，恼羞成怒了？恐怕你生气的不是我破坏了两国联姻，而是因为你心心念念要和亲的太子殿下不过是我不要了的垃圾，是吗？你，叶楚月，你大胆！我的体内没有了灵力，对东阳公主这样的高手根本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她这种温室小花被激怒之后就会方寸大乱，我才能有一线生机。就是现在！叶楚月真是疯了，他没有灵力，现在全靠自身的力量。可是这种力量在修炼者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太后，你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儿子。帝尊最在意的从来就不是地位，甚至连他的命都从未在意过。说，你究竟把那个野种藏在哪里？老奴年龄大了，不记得了。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大刑伺候。是。哎呀妈，你的仙骨真是太不靠谱了。是我不好。站住！滚开！无比擂台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岂能容得你这护卫在这里放肆？叶楚月犯规，此次比赛，叶楚月，你跟本宫滚下来！你今日把神武国的脸都丢尽了！逆女，你让东阳公主当众受辱，应该立刻把你送到长安接受审查，好给东阳国一个交代。妈，你的伤，谁干的？没事，刚才有人用禁制术控制了我的仙骨，我强行解除禁制，受了一点皮外伤。阿楚，是我不好，连累到你受伤。小宝被白天带走了。阿楚，白天宁死也不会伤害小宝的，你继续比试。小宝交给我。我接受所有人的挑战，谁来战？
白爷爷不是说很快就来找我吗？他是不是忘记我在这里？太后奶奶，你知道白爷爷去哪儿了吗？如果本尊的儿子出了什么事，本尊定不会放过你。来人，把太后带回皇宫，不得朕的旨意不得出。你竟然要把哀家打入冷宫！本尊说过，谁敢碰本尊的妻儿，本尊绝不轻饶。还有谁？神武国叶楚月，谁敢应战？本宫！东阳公主，您已经输了。若不是那个贱民突然出手，本宫怎么可能会输？好，我应战。哇，赢了！神武赢了！我们神武赢了！有史以来，神武第一次出现魁首。伊森小姐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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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宝，这是怎么了？是叶思雨修炼的独门寒针，今体必亡。你杀了东阳公主，离我们远些。对，别给我们惹麻烦。贱人，你毁了我姐姐，我就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小野种死在你面前！逆女！思雨，思雨，阿楚，别弄脏了手，我们走。皇上，叶楚月伤了我儿思雨，又毁了若雪的容貌，你要替臣做主啊！皇上，叶楚月仗着镇北侯的余恩，肆意妄为，前有破坏两国联姻，后来直接杀了东阳公主。现在东阳国让我们给一个说法，这该如何是好？皇上，我国最近几年日渐式微，其他诸国都想分走我们的一杯羹，我们与东阳国交好，势在必行。可是现在全被这个女人给毁了。叶海鹏，朕问你，阿月为何要毁叶若雪的容，又为何要杀了叶思雨？太子，那日你也在场，你来说。比试场上刀剑无眼，说是那叶若雪因此受伤也就罢了，可是那叶楚月却使了阴招，毁了叶若雪的容。父皇，但叶若雪可是帝尊看上的女子，她如此行为，分明就是给神武国带来灾祸。你说什么？叶若雪是帝尊看上的女子？父皇，我原本已经对臣女有所改观，可是她这一行为，不仅得罪了东阳国，还使得帝尊对我们神武国极为不满。如果圣域对我们国家发起进攻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是啊，这可是好啊！这怎么办？我国威！皇上，圣域一统灵州大陆，足可见帝尊的雷霆手段，我们神武国威仪啊！叶家大小姐叶若雪求见。
传。参见陛下。若雪，你的脸好了。是圣玉太后派人给臣女送来神药。皇上，苏姨娘因为妹妹思雨之死一病不起，还望皇上为臣女做主，处死真凶。让叶楚月进宫见朕。是。刘公公，既然这么多人要找我要个说法，不如就在集市口吧。什么？这……皇上，阿月真的是这么说的？是。那就按他说的去做吧。是。连皇上都亲临了，发生什么了？听说皇上要公开审理叶楚月。叶楚月不是刚刚拿下五笔吗？是神武的大功臣啊！你们不知道吧？叶楚月杀了东阳公主。爹，今日我要亲眼看着叶楚月这个贱人被凌迟。他敢杀了东阳公主，破坏两国的邦交友谊，定会被凌迟，给东阳国一个交代的。哼。殿下，殿下，老奴听说神武皇要公开审判夫人的罪行，需不需要老奴带人去踏平神武皇宫？阿楚说，从现在到走上镇北侯这个位置，都必须由他独自去做。白老头，去准备聘礼，待阿楚当上了镇北侯，本尊要风光迎娶阿楚。是。本官是京城府衙周成斌，今日叶楚月一案由本官审理。前几日的比武，我神武国魁首叶楚月当众斩杀东阳公主和叶府五小姐。皇上，斩杀公主，周大人，还有叶小姐，这……今日便由我来说出我所犯下的所有罪行。叶楚月，你别以为你以退为进就可以洗脱罪责，你亲手杀了我妹妹思雨，就该以命偿命。叶思雨对我儿叶辰使了他修炼的独门寒针，亲体毙亡。是我儿的父亲用了他20年的修为才救回。叶思雨他不该死吗？什么？叶思雨不是叶辰的五姨吗？对一个小孩子下那么重的毒手，真是狠毒。叶楚月，众所周知，5年前和你在叶府私通的马夫已经被叶家家主处死。如今，你的儿子又哪来的亲爹？殿下难道忘了吗？那天在比试场的时候，站在他身边的护卫，怕是不介意当叶辰的便宜爹。叶家主，当年的那个男人，真的是叶家的马夫吗？
今日当着皇上的面，你若是有半句假话，便是欺君之罪。当然是马夫。叶家主还真是正直啊！当年苏玲珑把我关进柴房，叶若雪一把火烧我毁容。叶家主，你的正直呢？难道我儿私语就应该白死吗？人若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必诛之。难道我儿私语就应该白死吗？人若不犯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必诛之。好了，既然真相已经大白，今后叶家众人不可再追究。阿月啊，朕之前与你约定，只要你取得5笔魁首，你便是新任的镇北侯。此事太子做不了主。跪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叶楚月绘质兰心，英勇无双。今由叶楚月继任新镇北侯，统领30万镇北军，钦此。太子殿下，该你了。叶楚月，本宫乃是太子，大胆！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说。叶楚月，你这是不把皇家的颜面放在眼里。阿月，皇上，这是他欠我的。叶楚月，他可是太子殿下，你不能仗着皇上与你娘的情谊就无法无天。我当惯了恶人而已，就算是下地狱，我也无所惧。父皇，你难道要为了这个外人这样对儿臣吗？看阿月的样子，他一定还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朕这些年从来都没有真正关心过他。在朕心里，阿月从来都不是外人。5年前，叶楚月被神轩学院的人挖去5根，还被他们毁了丹田。本宫以为他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，所以就找了叶若雪，给他下药，好找人玷污他的清白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本宫才能名正言顺的与他退婚。哼，畜生！你竟敢做这种事儿！朕要杀了你这个逆子！父皇饶命，儿臣知错了。为了退婚，居然不惜毁了一个女子的清白。若是镇北侯在天有灵看到，这有多伤心！怎么能这样干出这种事？配当太子？真不是人啊！这太叶若雪，你明明说叶楚月仗着镇北侯嫡女的身份，一直欺辱于你，你居然从头到尾一直在骗我！自从穿越过来，这里一直压着，现在突然轻松了，应该是原主的心愿已了，彻底的离开了。来人，把太子押回东宫，无朕旨意，永世不得踏出半步。还有这个叶若雪，给朕打入大牢，秋后问斩。斩了！皇上饶命啊！罪有应得呀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玉儿，你能不能向父皇求求情？我相信你心里有我的，你只要求情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轩辕晨，我们两清了。不行，皇上，我是未来的帝后，你不能动我。
你若是敢伤我，帝尊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们若是敢伤我，帝尊的铁骑一定会踏平神武。叶楚月，今日之辱，等来日我必将你碎尸万段。手下败将，你也配？阿楚，娘亲好帅啊！等我成为帝后，你们所有人见到我都得跪地参拜。只要有我在，我就可以保神武帝国不倒。但是，你们要把这3个人杀了，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帝后，就凭你？你这个乡巴佬知道什么是帝后吗？只要我动一动手指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死，全都得死！圣谕使者奉命前来送聘礼。还真是给叶若雪下的聘礼，这帝尊的眼神不太好啊。听到了吧，叶楚月，你们刚才对我不敬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叶大小姐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，欺负你的人是镇北侯啊，与我们无关。还叫什么叶大小姐？应该叫帝后的。依我看，叶大小姐才是我们神武国的救星啊，是最大的功臣。这镇北侯，他四处惹事，如今还得罪了帝后，应该立刻处死，处死他。陛下息怒，小心龙体呀！我说这些年，我神武为何这么羸弱？就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墙头草、软骨头。圣谕的人怎么会来？阿楚这么快就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？本尊说过，待你成为镇北侯，本尊要风风光光的娶你。父皇，现在斩了叶楚月，咱们一定能平息圣谕的怒火。那镇北军这么多年来，早就四散在了全国各地，我就不信现在这30万镇北军全都听他叶楚月的。镇北军誓死追随皇上，服从镇北侯，这一点从未变过。陛下，我镇北军哪怕战至最后一人，也绝对不会向任何一个人低头。就算圣谕真要向我神武开战，我镇北军也绝无一人后退。好，你们不退，朕也不退。请问哪位是叶小姐？是我是。这里都是帝尊为叶小姐挑选的聘礼，外面的马车上还有12马车，共计300台。哎呦，300台，1般公主出嫁也就只有108台。帝尊果然是大手笔。是家还有啊。哎呦，我女儿是帝后了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了。这么多金银珠宝，好大手笔啊！听到了吗，叶楚月？如果你现在给我磕头道歉，我可以考虑考虑，放了你的小贱种。听到了吗，叶楚月？如果你现在给我磕头道歉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我娘亲也厉害，我爹爹说过，这天下能打过他的人只有我娘亲。这些都是你教他的？当然不是，是小宝他聪明。哦，你爹全天下最厉害，果然啊，和你娘一样，
是个爱吹牛的，区区一个护卫也敢口出狂言，哈哈哈哈！娘，这些也是你能碰的吗？娘亲，娘亲，好啊！你这个废物东西敢伤我娘亲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，杀了他！等我回去，自会向帝尊为你们请功。一群蠢货，都眼瞎了吗？属下参见帝尊。你是帝尊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帝尊？你就是叶楚月的一个护卫而已。你们一定是骗我的！太后娘娘她……太后凤体抱恙，正在宫中休养。你真是帝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帝尊怎么可能看得上叶楚月这个破鞋？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好啊，你们敢冒充帝尊，帝尊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杀了你们。若雪，那个男人的眼睛跟那个小贱，跟叶晨一模一样。哼，帝尊的血脉都是紫瞳，就是你们这些杂碎，敢欺负我们夫人和小殿下？难道他真的是帝尊血脉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怎么可能？5年前的马夫竟然是帝尊！我就说嘛，帝尊怎么可能看上叶若雪这种女人？这些人以下犯上，神武皇可知当如何处置？按照国法，废除太子之位，贬为平民。叶若雪打入大牢，秋后问斩。如此甚好。不，帝尊，我才是你的帝后啊！贱人，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，是你把我欠下害成现在这样，我要杀了你！叶若雪，叶若雪，到现在你还要骗我，我根本就没有用力。殿下，叶若雪死了。若雪，怎么可能？我根本就没有用力。叶若雪她为了赢得无比的魁首，强行服下了许多圣域的丹药，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。她的死与他人无关。传本尊口谕，1月后，本尊将与镇北侯叶楚月大婚。东阳国若是想为他们公主报仇，圣域乐意奉陪到底。帝君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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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啊，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